好，接下来看看南海。南海在中方开始强力执法之后，中非的冲突已经半个月喽。但这个半个月的强力执法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很担心，有没有可能随时一触即发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呢？有意思了，菲律宾这个时候参谋总长出来讲话了哦，他说必要加强后备力量，但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尽力避战，全面的避免战争。菲律宾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这就是菲律宾的态度啊。所以这样半个月以来，并没有，虽然有一些仍然登船啊、检查啊等等，人也有一些冲突啊，但菲律宾并没有把它提升为战争，或是呼救美国来协助。还有个最新的画面，这次的画面倒过来了。不是登船，不是冲突，是营救的画面。这个是由这个中方的媒体《环球时报》这里先报道出来的这个画面哦，是有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一艘渔船突然就爆炸。因此在爆炸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是属于一个发动机爆炸的情况之下，船一直下沉，还有2个人受到爆炸的伤害，情况危急。大陆的海警呢还放出小艇去救援，同时也跟菲律宾方面的官方打招呼，说他们去现场最就近来营救。这件事情还引起菲律宾官方特别跟中方来致谢，所以中菲关系现在看起来，南海相对的紧张甚至友好吗？那当然，南海的冲突不会这么简单的啦哦。包括中海油在南海油田首次产油，这个地方是由中海油公司发现的首个深水深层的油田，在开平南油田，居然可以探勘到有存量1.02亿吨的油当量，就在这个南海的珠江口这里。取得了天然气产量已经2025可以达到每天5300桶油，所以呢，显然南海这里重点就在于，不管现在所谓主权谁的啦，争端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解释，因为像这块地区就是包括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争议的区域，都认为自己拥有这块区域的所有权，而其中为什么这么争夺呢？就是能源啊。那现在中方已经不管了，他就开始开采了，所以习近平的无敌舰队正赢得南海能源争夺战，这是来自于 Bloomberg 的报道。他认为呢，预测到2025年9月，菲律宾呢还要花14亿美元去买液化天然气，所以菲律宾官员说，能源他们不够嘛，处境很严峻嘛，他需要联合国的法庭去支持菲律宾拥有在这个海域里面的所谓的开采天然气等等的权利。但现在显然，大陆渔船还有大陆官方的管制，他们所有权似乎已经属于中方了吗？虽然在这个各种争议还在，中方已经不管，开始直接往这个能源的议题来走，直接探勘啦。还有菲律宾的所谓的政府以没有中国的镍矿供应链这件事情为由，积极要争取西方国家投资啊，因为他也要开发，好好的把铀矿这个资源掌握在手里。重点是要中国以外另一个可以提供镍矿供应链的重心，因为我们昨天也才跟大家报道啊，大陆把一个战略矿物的这个物资列为稀土列为国家重要资源，牢牢要抓在手上，希望接下来由国家来控管。最新的消息还有大陆的科研员在这个白云鄂博稀土矿床还发现了2种很稀有罕见的2种的新的矿物。这2种新的矿物呢，因为很有特殊的特性，还可以在超导材料啊、航空航太这些领域发挥重要的功能，燃料电池更可以被广泛使用。所以呢，大陆刚刚公布的稀土管理条例10月1号才要实施，内蒙古这里新的矿物又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影响力，所以菲律宾说，我们可以取代这个管道，拿到新的来自全球未来新能源需要的镍矿啊、稀土啊，那想要吸引外资的投资啊，但同时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也有一些交恶的情况。我们也讨论到莫迪不出席上合会，当然昨天也讨论到水坝所谓拥有这个水龙头水源的问题。卫星图显示，这是根据这个在印度的官媒相关的媒体所报道的，说在恒河支流上方可以看到卫星图。在盖已经盖到沿岸里这么多的水坝，都已经在包括印度、尼泊尔跟西藏的交界处盖出来，甚至有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3连坝的建设，几乎可以拦阻整个水源的往下流。是不是新德里的报告里面说，中国水坝建设这么快，至少有8座啊？那会不会因为这些水坝的建设，把水都拦住了，控制了印度供水的
会有疑虑呢？那甚至中国电力公司当然重点是要发电，所以这些水坝跟大坝计划可以发电的量会很惊人，这也是他们“一带一路”所要倡议的一部分。自己在发电，还有水源的取得、水利能源的发展，但印度紧张啊。那印度当然也因此跟中国关系现在有点紧张啊，所以甚至考虑要大征税时代来了吗？印度监控的是很低廉的中国进口商品哦，很多的钢铁大厂都呼吁政府也要干预啦哦，因为进口数量太多，依赖度太高，所以要开始苛征高关税吗？那钢铁业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已经宣布要出席上合峰会访中亚，华春莹所宣布的时间点是7月2号到6号，所以哈萨克首都这里的上合组织会就会看到。再一次的习近平会见普京吗？1个半月前才见了面，两个人继续要在这上面会面吗？当然，印度已经宣布他们的这个总理不去，那是不是在这里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合作的局面呢？亮哥，我们来看看南海，现在菲律宾喊出来，他们要避战啊，本来又没有人要跟他战。我觉得上次那个仁爱礁那个事件之后，还有。这个山东航母在它附近徘徊之后，然后菲律宾也观察到美国没有要介入嘛，而且菲律宾跟美国也都把它界定为非武装冲突，我觉得大概就到此为止了啦。因为中国大陆主要也是海警船跟你发生冲突嘛，它军舰只是在远处啦，背着了啊。这个镍矿啊，事实上中国大陆往来最多的第一名是印尼啦，那第2名是澳大利亚，第3名是巴西，事实上也不一定要菲律宾啊。菲律宾事实上没有错，它产量是不小啦，可是就储藏量来讲，它跟中国差不多。那只是说中国储量跟菲律宾大概都是5%左右，可是菲律宾开采的比较多啦，大概是这样。可是开采最多的还是印尼，印尼大概占35%啊。那中国大陆在印尼有非常多的投资啊。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因为你一定要跟有大量钢铁产量的国家合作，镍才会有用途啊，是，就大量的用途啦。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完全不理中国啦。我说实在，这个有点不现实啦。那澳大利亚本来跟中国关系就在恢复当中嘛，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能够掐住中国什么啦啊，因为主要是印尼啦。那至于水啊，这个。水的上游，坦白讲，不止印度这样啦，事实上东南亚也是啊，比如说缅甸啊、湄公河，它的上游事实上都在中国啊，就中国的地势就是如此啊。那这个坦白讲，联合国是有一定的规则啦，就是上游跟下游是要合作的啦。你不可能说都顾你自己啊，我就拼命盖水坝，我不管你死活，这个不太可能啊。我说实在，中国大陆也没有要这样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互相在讲说，我有这个筹码哦，可是这个很难真的用啊。这个就好像理论上印度马六甲的上端也有印度啊，印度也可以挡你啊，可是这种事情真的不会发生啊。就是基本上可以讲一讲啊，那中国也可以说啊，这个我新德里上面那个克什米尔，我可以制造一点动乱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很难这样说啦，应该是至少要有军队在附近啊，或者是他类似的动作已经做很久了，比如说中东就真的发生过水资源战争，因为大家在抢水嘛，那就去拦阻。可是这个不是上下游的关系啊，是平的啦。就我要把那个水引到我国家来，类似这一种的哦。我是觉得不至于在这里会有大矛盾啦。那至于中亚，我觉得是因为哈萨克主办，那印度本来就跟哈萨克没什么交情，而且说实在，莫迪在选后，因为他是产胜嘛，他急着要处理国内的贫富不均、种种经济问题，而且他跟穆斯林关系本来就不好啊，所以我认为，我甚至认为俄罗斯也是勉强去的啦。其实哈萨克跟俄罗斯关系也不太好啊。那中国当然一定会去啦，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就是在哈萨克宣布的啊。可是普京大概就是觉得上合会这个面子要给了，所以还是会去了。
因为上合会是中国主导的嘛，所以印度对中国主导的东西怎么会有太大的兴趣呢？所以我是觉得他不去，并不会太意外了。斌哥，那我们看到菲律宾先前也有很多挑衅啊，因为战到底啊，但现在已经开始喊避战了嘛，连公开谈话都是如此嘛，但只有台湾好像还是处于挑衅的阶段比较强烈一点哦。我是觉得他讲正尽力避战是故意要让菲律宾人觉得说，好像中国大陆侵略性很强，要找他打一仗。我从头到尾就没看到中国大陆想找他打仗的样子。菲律宾实际上也没有作战的能力，所以这根本基本上就打不起来。实际上，只要菲律宾不要再去用冲撞的方式，我相信他现在如果再告诉老公说，我们就是要运一些基本的人员物资补给，那你要的话，你可以看，没问题。我觉得他们会让他继续运补马德雷3号，也不会去阻止他。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美国人在后面搞鬼。那只要美国不插手的话，其实南海这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可以解决。那对菲律宾来讲，你说现在那个中国大陆好像把南海这边占了，然后他可以去开采干嘛？其实，在南海要开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你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油田，这个南海油田其实就在珠江口而已，那个实际上就在中国家门口而已。你真的因为南海那边很深啊，你在那边你要去开采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工程。那个没有那么好处理的。其实现在人类的技术恐怕上面是困难重重，所以为什么我说最好这个时候能够谈南海行为准则，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应该先让这个地方保持和平，然后大家已经养成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一个习惯，搁置一些相关的主权争议，然后未来等到人类共同的资金啊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周边国家才可以一起来开发这个东西，这个对大家才有好处嘛。不然的话，现在我根本不相信中国大陆会在那边弄什么油田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根本都还不到这个时候。所以菲律宾也不要去想说什么哦，如果把中国大陆赶走，他就能够在那边开采。菲律宾哪来这种能力啊？又没钱又没技术，他凭什么去南海开发啊？所以也不要骗人了啊，这根本就是鬼扯的东西。那中国大陆当然，它稀土是它很厉害的一个工业，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它除了资源丰富之外，它的提炼技术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它才能够变成这是它的王牌之一。那如果欧美想要制裁它，想要抵制它，它都会用这种东西作为报复。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会全面性的去做这种事情，因为这样对他也没好处。我觉得对他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跟欧美保持，就算我们互相竞争，但是不要彼此之间撕破脸这种态度。那至于印度也好，泰国也好，缅甸也好，这些越南也好，每一个这些国家，因为东南亚跟整个南亚所有的水源其实都来自中国，上游都在中国，所以这些国家每隔3-5年就会叫一次说，你中国大陆建那些坝是要断我的水源。可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断水源下去，那个基本上那个就是反人类罪，那会死多少人啊？那开什么玩笑？中国大陆他为什么要去干这种事情？这不可思议嘛！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阴谋论，只是因为他的上游被人家掌握住了，所以就是会担心这个东西。实际上我根本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干这种事。陈舰长。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南海的这些油田的开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最新完成的是这个深水导管架的一个海上油井平台这个架子它现在是横着摆的，然后等到呢它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它把它直下来，直接沉到水底。那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它实际上的我们看到这边的海基2号的话，它是338.5公尺这么深的一个状况。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说，那它到底这个油田在哪？其实油田离我们台湾所控制的另外一个岛屿很有关系，叫做东沙群岛。它其实就在东沙群岛的西北边的55.4海里的部分，也就是硫花1之1跟硫花4之1号油田，它的位置就在这里。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珠江口的外面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讲到说，其实它这样的开采下去它的每天可以到达5000桶。5000吨那5000吨的数量看起来不多，但是总是可以开采，而且甚至可以当做一种战备存量，也不必全部开采。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说有关于镍的部分啊，那个镍的部分呢，昨天在那个节目里面我有谈到，也就是镍其实跟电动车很有关系。那我们如果看一下，现在有关于镍的有哪些国家在开采？其实我们来看啊，第一名叫做印尼，它的数量有多惊人？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名是菲律宾啊，它根本就是菲律宾的5倍啊。那第3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克里多尼亚，也就是在南太平洋里面。然后第4名呢是俄罗斯，其实相对于印尼来讲，它的数量都少得非常多啊。那至于为什么要采这个镍呢？因为镍其实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新能源车，也就是电动车的部分啊。它有关于电池的部分，电池大家会讲说，我们以前的记忆都是磷酸锂铁的一个电池啊，不，现在最新式的电池是3元电池。3元电池，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它在电的供应量以及它在成本上面，事实上都比磷酸锂铁电池来得好。然后价格来的便宜，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镍的部分。镍我们刚刚讲到最大的产量是印尼啊，印尼我昨天就特别提到，印尼有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叫做资源增值，也就是它不让原矿，就是镍的原矿直接出口，你必须要在原地在印尼完成到加工成半成品，甚至到成品你才可以出口。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的矿。你必须要来丰厚我的一个工业水准，然后让我的人民可以就业，那这样我才要让你来开采，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讲到，菲律宾还有3种很重要的资源，铁、镍，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铝，这个其实就是3元电池里面的重要成分。那所以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欧洲跟美国咯。美国要抗中到连学术教育都有很多的政策啊，希望把中国挡在外面。他们甚至也去要求美国媒体说，去警告啊，中国的国防指的是7所大学参与了欧盟资助的各种研究计划哦。他们认为这有高风险哦，跟国防有关，所以他们要求过去10年这个欧盟至少资助的14个跟中国高风险大学合作的项目呢，有2600万欧元的合作啊。像这些学校都应该要停止，不过欧洲方面的学校是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影响甚至减缓整个学术进步，因为他们需要有中国这些学校一起加入，才有办法研究进程可以得到成果。但显然欧洲的大学们不愿意继续所谓配合美国的要求，而美国国务卿坎贝尔则是直接说，美国大学限制中国留学生接触敏感科技，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他希望呼吁看到更多的中国的学生去学人文啊、社会科学啊，不是粒子物理啊，这种做法其实也在把学术分级、分等啊、分国家啊。但法国显然。欧洲跟美国的不同调，法国现在自己马克宏就面对着很大的难题。台湾时间大概昨天晚上开始，法国进行了首轮投票啊，那今天大概傍晚上就会出现结果了。所有的预期都一致的认为，整个投票极右，虽然马克宏很豪赌啊，从直接解散国会啊，但结果显然会赌输，而且会输得很惨吗？现在极右的得票率初步估算都可以达到33.2%，但自己的执政党却恐怕是最低的21个百分比，是历史性的挫败，马上就要发生。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执政必然跛脚。而这位法国极右派的领导人呢，国民联盟党魁巴德拉说，他会成为一名共治的总理啊。对于我们即将实施的政策，不会妥协。上台的话不会退出北约，忠于法国的国际承诺。不过因为极右派可能掌权这个消息，现在法国的政局动荡，因为它有一些政策相对的让这些富豪们很紧张，紧急的在应变当中，包括有没有可能呢？包括欧洲央行啊介入干预啊，法国富豪也拟选后紧急撤离法国啊，被抽税或各种的管制措施，所以他们可能要移到意大利啦、瑞士啊、西班牙啦，还有匈牙利。匈牙利呢，因为即将接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啊，奥班就总理发文了，他说。选举结果整体会发现，人们压倒性的投票支持承诺变革的政党，又是右派啊，所以不是支持进步跟支持政党战争的左派，在欧盟27个国家里头，已经有20个国家的选举都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整个欧洲
都正在变天当中嘛。那美国呢？美国在辩论会之后的发酵结果一直没完没了，对于拜登的疑虑还是很深。那么，所以前白宫摄影师甚至出面还踢爆啊，拜登的心腹幕僚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清楚知道拜登的状况。健康啦，反应啦，根本不再适合担任国家元首。但第一夫人吉尔被质疑，就是他硬要求继续过度的保护拜登啊，包括避免跟官邸其他公证人员接触，来让他可以维持这个形象继续选举下去。那怎么会答应让他去上电视辩论呢？不知道。但总之，吉尔护拜登的方式呢，说不会让90分钟就定义他4年的执政，坚持要选。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的主要赞助人呢，就是金主啦，已经试图要跟吉尔取得联系，希望透过吉尔劝拜登考虑退选了吗？这种要他退选的声浪越来越大，但家人们都说挺他到底。他说是证明拜登是有能力再当4年总统的。那民调里头已经美国人的数字很清楚，72%的美国民众认为拜登健康状况不适合再担任总统了。选举未来迈向败选的几率正在迈进当中，但儿子仍然喊话：“老爸要撑住啊！”那甚至还有这种报道在怪幕僚的哦。拜登的选举经费募款人摩根说的资深幕僚邓恩还有她的丈夫啊、律师啊，这些人都应该立刻被解职。他已经这么又病又累了，还要他继续练习辩论，所以他就练习过头了，才会变成这样。幕僚好无辜啊！亮哥，欧洲到美国，现在局势都在变化当中。其实欧洲。我们这个标题是有点问题啦。事实上，法股是开盘是大涨，大涨啊，因为极右翼只拿到33.2啊，比预期还要低啊。那马克宏本来就不可能，马克宏本来就第3啊，他是20.6嘛。可是重点是左翼将近28。那马克宏是跟左翼合作的所以现在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合作。他们如果能够合作，他们不一定不是多数因为还有2轮投票啊，2轮投票就是前2名就要进来选嘛，所以现在显然就是左翼赢了嘛，那就变成这个，因为每一个区不一样嘛，不过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左翼跟极右了那就变成马克宏的票要不要给左翼给谁而已，就是他们不可能给极右嘛，那他如果愿意给左翼，坦白说啦，我的意思是。马克宏大概是不然总理给左翼了，还是要给极右嘛？对是这种问题嘛？可是你不能够说他叫惨败啦，因为一般人在看是在看极右翼拿到多少票，那极右翼结果只拿到33.2，所以他没有办法主导局面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于马克宏的票要给谁啦？因为他有20.6，然后现在左翼是27点多嘛。你如果给左翼，那就是左翼当总理啊。可是左翼那些人也做拍剃头啦，你知道吧？就那个人跟马克宏关系也不太好啦，可是至少不是极右翼，OK 所以我觉得许其清，对，所以现在要看2轮投票嘛。那2轮投票，马克宏大部分的候选人都没有办法进入了，因为他们一定要前2个进去嘛，那前2个之后大家就要联盟了嘛，所以。因为法国股票一开盘涨超过2%，那现在开始往下跌现在还涨1点多那这个大家大概觉得还在观望一下这样可是绝对不是惨败因为惨败应该继续跌才对所以我是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了那至于拜登拜登一般人都认为唯一能够劝退他的就是他太太了。因为他们那个感情很深厚了那现在最希望拜登撑下去了，叫Hunter Biden扒着老爸的大腿，他的官司当然是希望老爸继续选他比较没事可是我觉得吉尔拜登到目前为止还是撑拜登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蛮关键的，就是奥巴马那这2个人到目前为止都是支持拜登。所以，如果在拜登自己不退的情况下，你硬要他退是不可能的啦。那个民主党没有这样的候选人，而且会造成民主党大乱，那更输定了。所以接下来观察
当然美国的选情现在看起来已经往个很不一样的方向发展。欧洲的选举结果第2轮如何，我们也随时帮大家来掌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抗中可以抗赵，抗到连学校校园的学术合作都要被干预吗？美国要求欧洲必须有所谓的国防七子，几个学校要加以抗衡或抵制。曹县长，我们看看国防七子这些学校啊，在中国大陆的3000多个高等院校里面，它到底排名是多少啊？那这是因为今年的排名还没出来，这是2023年的排名。如果我们看2023年的排名，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它是第13名，然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14名。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其实它的名次就相当于我们在台湾的台政陈清交这种顶尖大学。那在这种顶尖大学里面学的研究的当然是最顶尖的啊。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些大学在2020年的12月18号就已经全部通通都列为提示名单，那也就是被美国商务部要求这些人不可以跟这些学校进行合作。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比较稍早的，在2020年的6月，我们就会看到最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跟哈尔滨工业大学，其实它就列明在这些管制的名单之内。那这些学校呢，其实我们这样讲啊，它到底都在研究什么？例如说我们刚刚念到的几个，第一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它所研究的也就是航天跟航空的部分，那甚至它跟沈飞有一定的一个合作。那第二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实它是在做航空航天还有做民航的部分。我们身为父母的，会不会鼓励的我们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去投身这些学校？当然愿意啊。为什么？因为他读完这些学校之后，就是就业的保证，他就等于虽然不是念的不是军校啊，但是呢，他都有未来很好的一个前程。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整个的一个军事工业整个起飞啊，这些院校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被称为国防七子。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欧洲的大学为什么他不愿意按照美国的这一些提示名单来讲说，拒绝这一些学校的学生的来访或者是合作呢？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军工科技，其实是比欧洲还要先进的。那当然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啊。中国大陆还在怀疑你们会不会剽窃它的一个军事科技？我们这样讲啊，其实这个是欧美应该要想一想的。我们现在谈到钱学森。那我之前常常讲钱学森弹道的部分啊，那钱学森呢，其实他是美国这个管道一路培养出来的一个军工的博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但是他因为他曾经被调查发现了，他早年参加共产党的一个社交参会，大家都是中国人，吃个饭有什么呢？但是因为这样 FBI 在1950年就将他拘留，他到1955年才可以返回美国，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是两弹一星的元勋。号称学术自由，但如今的限制却是如此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的选情呢，在一次电视辩论之后，现在产生了歧义。拜登当然不愿意退选，但是国内的声浪真的很大。对，因为现在所有的数据对拜登都非常非常的不利哦，像赌盘他已经掉到19%，然后川普是54点多，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那在这种状况下，民主党内部当然很多人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要换人或干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在讲要换人，根本就是你就是自乱阵脚而已，到最后就是全部完蛋，会输得更难看。因为第一个，我们台湾的洪秀柱跟朱立伦已经演一次给你们看过了，不就是这样？你临时换人就是这样子啊。
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晨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国际国内议题，跟我们一起谈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刚才讲哦，罢免现在是风起云涌，在民进党这个赖清德总统的带领之下，一直往前冲吗？各种的罢免案，但国民党或蓝白怎么反制呢？现在北台湾的罢免地图，今天傍晚5点半，不知道外面雨停了没？刚还在打雷哦。现在5点半，这个蓝营的5个立委就要到士林北投接讲开讲哦，那要罢免吴思瑶，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选区他得票相对的不稳定，但吴思瑶回应：“我可不是软柿子哦。”那当然，大家有在讨论，很多网友问，为什么不是先罢免中正万华的吴沛忆呢？因为他是第一届立委，而且还是赖清德的子弟兵。那大家都分别点了很多名啊，其中现在已经在准备第一阶段的联署的是。桃园要罢免无党籍的于北辰，那其中谢国良、于北辰的罢免案呢，亮哥先前就有分析过嘛，他认为于北辰罢免他的动力很强，因为不只是新党，还有黄复兴嘛。彬哥认为于北辰的被罢免的几率蛮大的，但的确票数的门槛高于6、7倍以上，他原本的得票数有基本的门槛跟难度，但真的很难吗？大家看法不一。不过在基隆这个所谓拆梁行动，现在已经不演了嘛。或是林右昌、民进党一起介入，要来罢免，选输啊就来罢免就好嘛。所以现在罢梁的联署，根据山海公民拆梁行动的公布，目前已经收件4万份，安全目标要5万份了，已经准备要进入第3阶段。那所以呢，蓝营拟定反击的措施，那他也要罢免5位绿营的议员，以1打5吗？包括了。议长童子伟是赖清德的侄子，还有这几位其他的民进党的立委都准备要来罢免吗？顾良动员令国民党下达了之后，今天谢国良还会在他的公开行程结束之后，到党中央去商讨策略，需要多少票数呢？根据我们昨天也特别讨论到了哦，至少要有76979票。算一算哦，侯友宜其实在全国当时2024选举的时候，少数是领先赖清德的区域，就是在基隆，他拿到了84000票。所以比一比，现在今天早上报标题都是说蓝白联合挺这个反拆梁啊，哦，所以连民众党如果都支持谢国良的情况之下，光赖清德他自己的票也才76079票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赢吗？有可能罢得掉吗？显然在这个数字上相对的有难度，而被说是梁子结大了哦，有一个基隆的转运站完工典礼了哦，那转运站启用，想不到这个典礼上面却大家唇枪舌战在讲，哎呀，像讲政绩啊，那林右昌又说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呢？那甚至他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之下，觉得他的政绩等等的哈，那很多 PT 网友就在说，你手上的 Net 不出来说2声吗？因为这是他在任内所合作的厂商，后来跟基隆市政府对簿公堂，最后不是基隆市政府胜了吗？在一审，当然还有可以上诉的空间，胜诉免赔，却在成为现在目前这个仇恨值，当初要罢免谢国良原因就是这个 Net 案，那现在搞了半天，第一审都无罪了，还在继续罢免，这个司马昭之心用意在哪里？就很清楚啦。赵少康就说司法已经还给谢国良公道啦，商业纠纷却硬要扯基隆市政府下水，连法院都认证，所以整个选罢法哦，到底条文定上还有程序上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呢？国民党7月4号就要排审查，包括把罢免的门槛提高啊。至少你罢免的票要比得票高嘛，这样才合理。但民众党的意见不太一样，他认为公职人员选罢法不是民众党的优先法案，所以党团没有主动推修法的计划。不过呢，现在这个张启凯在我们节目上就讲了，他说基本上他们会愿意支持修正程序，就是说，例如像谢国良这里哦，就是没有身份证，很多都是人头，随便凑数就变成联署名单了。为什么不需要身份证的验证呢？这个查核的程序需要更严谨，他们支持用这种方式来修法。那当然，高金素梅是在这个委员会里头的这个召集人，现在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哦，虽然今天有看到他受访，气色也不太好，但有可能因为他要请假，技术性不想跳入吗？其实他今天是说他会尽量的出席，还有一些变数啦哦。国民党会不会因为怕落人口实，明明这个法案就算通过，也不会适用于谢国良啊？会怕被罢免吗？其他的立委会有这样的议题，怕影响吗？那所以亮哥，当我们在看整个罢免案哦，各地都现在
谈了各种可能绿的啊、蓝的啊，这个于北辰啊被罢免，分析起来这个局怎么样？我觉得一头热居多了，大部分都不会过了。我们回顾一下嘛，比如说黄国昌罢免，那后来开出来的罢免同意是48000票。林昶佐那时候还有新冠肺炎3+11的争议事件，林昶佐开出来的同意罢免票是54000票，都远远低于7万呢。而且林昶佐罢免要9万多才成立，黄国昌要8万才成立啊，所以你就知道罢免有多难呐啊！这个坦白讲了，你认为民进党动员的很愉快吗？他也是好不容易凑到这4万啊，那只是选罢法迷糊审查啊。你又不需要身份证。如果从严审查会过吗？是。他事实上联署第2阶段要37000哎，事实上如果从严审查，搞不好不会过嘞。所以你认为要到76979那么容易啊？那难度非常非常高了。我讲白了啦，除非谢国良从今天开始每天跟你吵架啦，那当然不会有那么愚蠢的人呐，对不对啊？当然你理论上啦，就是民进党的票加上时代力量的票，民进党是7万1嘛，时代力量是1万2嘛，那加起来是8万3嘛。可是你要知道那是大选那个是吃奶的力气都出来了，是，对不对？那谢国良吃奶的力气都出来了，冲到9万1吧，对，52%啊。我跟你讲了，因为罢免这个人的仇恨值要极高极高哈，而且组织动员的力量要极大极大。这个历史上就只有2个 case 嘛，一个叫王浩宇嘛。那王浩宇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罢免的过程中不断的跟对方对着干，所以就不断的扩大仇恨值。民进党也没有挺他，对，那民进党也没有帮他忙。不过民进党基本上他不要投就好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陈柏惟嘛，陈柏惟他刚好碰到基层实力超级惊人的严家嘛，那所以我们到目前只有这2个过关啦，所以你就知道大概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人会被罢了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认为于北辰，你如果现在还是不断的上电视，那不断的有那种惊人之语了啊，不断的引发争议，然后让黄复兴啊、新党的人对你仇恨值一直累积，或者对着干。其实于北辰不一定会对着干，他还是有一定的智慧了啊，他只是因为他是少将退伍嘛，他讲出一些言论。那很多军方听不下去了啊，可是他也不会笨到说我就跟你对着干，你知道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严格讲要过都不太容易了。那至于明年2月1号是不是真的有立委罢免案啊？我这里画个严重的大问号了因为我觉得吴子嘉有一个看法是蛮有道理的。吴子嘉说，明年2月1号美国还会允许你台湾的国会这样继续乱下去吗？明年是谁啊？如果川普当选是2月1号就职啊，那赖清德你从520当选之后到现在都在乱，都在搞内部斗争，两岸也非常不安定。你2月1号之后还要继续搞国会斗争，你认为美国会同意吗？这个是吴子嘉的大哉问啊！那当然也联动到就是赖清德你自己的民调了。是，你赖清德你现在才上任1个多月，如果到了年底你的民调一路下跌，你还敢罢免吗？你现在是民调好了40几吧，你如果到了年底只剩下30几了，你还要搞罢免吗？一个总统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你做什么正面的事啊，天天都在搞斗争啊。只有领养狗比较正面。反正我是说政策了，所以啊，你成立3大委员会，我也没看到你在干嘛，就都在搞斗争啊，不一下斗鸡搞这个斗假黄埔，斗筹强主义，然后纵容你的不分区，斗中共同路人，都不知道你在干嘛。你以为老百姓可以忍耐你那么久吗？你现在是1个多月啊，大家也勉强说给你100天看看，你过了3个多月。你看看你的民调会不会跌？我跟你讲啊，100%跌，跌了我看你在搞罢免，刚好把自己斗死啊！
的确有像这样子斗争的情况之下，斗鸡要变暖男，但我们国内很多政策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的时候，彬哥，民众还可以忍受吗？那这个罢免还要无止境的罢下去吗？现在重点是民进党想要这样玩，他们觉得他们这样玩了之后，局势会对他们越来越有利，所以在他们没有看清楚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之前，他们会持续这样玩下去。他们现在在他们的同温层里头，他们是很嗨的他们觉得这些国民党人很快就完蛋了啦，明年就一个一个把它罢掉，因为他们自己的同温层里头认为这些国民党这些人的仇恨感都超高，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至少在现阶段他们是不会停。那当然，谢国良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如果谢国良不但没有被罢掉，而且票数还很悬殊的话，那老实讲，我个人认为民进党就会开始仔细思考，你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样玩下去？因为你这样玩下去，劳民伤财，然后对自己有利吗？未必见得。所以我个人认为，谢国良的保卫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国民党那边大概现在会全体动员，那甚至如果说童子伟他们也加入的话，加入去支持民进党的这个罢免的话，他们现在是准备把童子伟他们一起罢掉，就大家来互相报复、互相伤害。那我是不希望台湾搞成这个样子因为说真的，我们选举的目的不是为了大家互相报仇，选举的目的是选这些人出来帮我们做事。结果这些人每天满脑袋想着怎么样去报复，怎么样去夺回自己的权利，那谁在做事？没有人要做事，所以这是非常畸形的一种民主政治发展。那当然，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国民党这个他要提的这个选罢法的这个东西，到底民众党支不支持？然后国民党自己的态度又是什么？其实据我所知，国民党内部是有人也不是那么赞成，也就是至少现在这个时间点不是很适合的一个时间点。我自己也是认为说，现在你丢出来这个东西，虽然它对谢国良的罢免案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问题是你还是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你们国民党怕？那是不是你们怕说那个你们的很多立委会被罢掉，所以你要搞这一个？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在现阶段去搞这个事情。那个选罢法，我个人是认为确实有它需要修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基本的，包括民进党自己都同意因为吴秉叡今天也有提案，上礼拜四也有提案，就是你最起码要核对一下身份证吧，要有个身份证影本吧，不然的话大家随便乱签名。郭董初选联署都有呢。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合理的一些修改，但是是不是急着要在现在把它搞定？我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急这个对国民党整个战略部署也未必有利。那至于北辰，我要下一届才能实施。对啊，下一届才能实施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急着去搞这个东西干嘛？那于北辰的罢免，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能成？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家伙不甘寂寞，他应该被人家撩两句，他就忍不住跳出来。就算他在电视通告上不讲，他自己的鬼故事他会讲。所以我个人认为他是耐不住寂寞，所以我是蛮看好他被罢免的啦。那就看他自己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那至于林右昌这个东西呢，基隆市政府这边的说法是说，因为林右昌现在是民进党秘书长，有党职身份，不太适合。老实讲，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借口，因为毕竟他是前市长，那这个工程确实大部分是在他的任内去做的。那我是觉得邀请他来一下，展现一下风度也没什么不好。那当然，林右昌自己也很无聊啦，就是你有好的东西你就想来蹭，坏的东西你怎么不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挺身而出，告诉我那个东西就是我要来负责解决？你怎么不讲？你自己留下烂摊子你都不管，然后能够蹭的时候来蹭，这样会不会太那个了一点？那至于说民众党为什么现在情况这么暧昧？因为第一个是不太干民众党什么事，你知道这是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当初这个选罢法修就是黄国昌在修的就是黄国昌在搞的那你现在叫他去，等于你让他去说他自己过去修的不太好吗？所以我觉得他会持重保留态度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不急，慢慢来就好。问小舰长就要问笑你少一颗心的于北辰啦，您觉得他的罢免案有机会吗？刚刚彬哥有谈到选举的目的是什么？选举的目的当然就是选贤与能啊。那担任一个桃园市的市议员，当然就是路平灯亮水沟通，还有那个桃园市的大大小小的事啊。但是我们来看看于北辰到底在干嘛那如果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专门要罢免他的团体你可以帮于北辰核算一下，他一个礼拜到底有多少时间其实是在内湖跟林口，那也就是奔波在这两个地方的一个电视节目上，
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待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啊？这个才是真正应该要罢免他的原因啊！如果你担任一个市议员，你不好好的担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关于你市议员的一些工作，然后一天到晚你都在管国防。那我们来看啊，你管国防也就算了，他自己先讲的，电视前面不能乱讲吗？有多少的名嘴在乱讲？有多少名嘴在乱讲？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一直在乱讲啊。怎么说呢？我们先看一看啊，我是一个海军的舰长啊，那个退伍的。那我们看看啊，这是一个陆军的少将的旅长啊，我们看看他步枪怎么拿的啊。那这可能比起我们非常多受过军训的高中学生啊，或者是喜欢玩生存游戏的朋友啊，都要来的糟糕。他的这个枪托没有抵到肩窝，是一开枪后座的时候是等着把整个脸打烂吗？那另外啊，这上面这到底是在讲什么？这就是在讲他说，中国大陆的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啊，它有一个裂缝，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单纯的看图说故事。他看到这福建舰当初在造的时候，他说：“哎，这边可以看得到裂缝啊，有裂缝，那当然就是一定会沉啊，这是他的说法。施工有瑕疵啊。对，那他还说他有念过这个工程力学啊，我相信不是那个材料力学啊，我相信他材料力学的老师啊，一定啊很想一头去撞死。为什么？因为其实甲板是这个样子，它其实上面有铺防滑沙道，那它可以让水这样子流出来，那所以那个水的流的痕迹就是长成那个样子。小舰长以前也是拖甲板出身啊，那甲板到底是什么样子？小舰长很清楚的。那其实那大家没看过，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甲板就长成这个样子，飞行甲板，因为它上面有防滑沙道，那它这里就是一道一道的。你说，这张图很明显的就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你说，那美军不是这样？没有，美军也是这样。这个是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它的上面的防滑沙道也是这样。为了它这个胡说八道啊，那个我们讲 CSIS 的项目，就是我们刚刚讲那张照片，它下面呢，它还出了一个新闻啊，它叫做揭穿的报道，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并没有裂缝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它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而且你贵为一个少将，他还讲海军什么？他还讲说，其实海上最厉害的不是航空母舰啊，是补给舰啊，补给舰上面还有战机呀。然后结果我们看到啊，这个主持人啊，那个谢振武他说补给舰上还有战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们其实啊，最后帮他做连我都知道。对，所以我们帮他做一个结尾啊。其实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政治骗子啊？然后结果老和尚说啊，不要理骗子。实际上啊，台湾的傻子啊多到比让骗子啊还不够用。那是不是应该把骗子给罢免掉？这个就要看桃园市的一个选民的决定。